我已经整整6天没睡觉，现在困得不行，一旦睡着，手上的计时器归零，我就再也醒不来。我和妹妹还有外婆一起生活，为了还家里的房贷，我参加了安眠实验。实验分3个阶段，分别是3天、5天、10天。博士在我的脖子上植入了1枚芯片，用来提取库拉托素。原来人在清醒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出库拉托素的物质，而库拉托素可用来治疗脑死病人。手表与芯片连接，上面会显示库拉托素的容量，只要达到100，就可以赚10万。安眠实验开始，第1天晚上，我学习到了凌晨2点，却一点困意都没有。因为之前我也是经常通宵学习，低头一看，库拉托素已经变成了41。第2天，我一切正常，在学校食堂吃饭。这时，一个男生问我是不是参加了安眠实验，我心虚的把手缩了回去，并立马否认。男生叫小帅，在夜店的时间比上学还多，他亮出了自己参加实验的手表，接着跟我介绍另外2个参加实验的同学。小新是有名的网络美妆主播，学习压力让他几乎睡不着，电玩宅男眼镜。不上学的时候，都活在线上的游戏世界里。我们几人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非常能熬夜。为了能够彼此之间相互鼓励，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。晚上小新继续直播，我在家洗碗，我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打发时间。到了第3天，我们正常上学，一点看不出来是2个晚上没睡觉的人。到了中午，我们的库拉托素都达到100%。博士抽调我们的芯片，并每人给了10万。拿到钱后，眼镜买了赛车装备，小新做了脸部保养，毕竟主播是靠脸吃饭。我还了房贷，给外婆买了按摩器，小帅买了块名表。不睡觉能拿到这么丰厚的报酬，我们都觉得钱太好赚。听说第2阶段的报酬高多了，我们都心动了。第2天，我们来到实验室，准备参加第2阶段的实验。博士说我们需要坚持整整5天不睡，这样提取的库拉托素的浓度更高。刚开始我们还有点犹豫，在博士说出这次的报酬高达50万时，我们同意了，因为50万可以完成自己的愿望。前面2天对我们都没有什么难度，可就在第3天晚上，眼镜被手表的警报器吵醒，擦了擦嘴角上的口水，手表上的数值从55变成32，他被吓一激灵，差一点他就要饮恨西北。而更可怕的是，有人已经神志不清，甚至出现了幻觉，只要连续5天不睡觉，就能得到50万。这么好的事，我们几人想都没想就答应。可到了第4天，意外发生了。我正在上解剖课，突然我看到尸体动了一下，而正在打篮球的小帅也出现状况，听到对手骂他，可其他人却说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原来我们已经出现幻觉。中午快撑不下去的我们聚在一起，这时我发现小帅手表上的数值比我们都要高，一问才得知小帅平时喜欢锻炼。我得出结论是身体不停地动，数值就会快速增加。这时小帅想到一个办法，我们来到眼镜家里开泳池派对，吃柠檬、浇冰水，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清醒。到了半夜，我们已经累得玩不动了，小帅将小药丸倒进饮料里，但这种药丸有中风的风险。不过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如果睡着的话就再也醒不来。我端起杯子喝了下去，只有拼一把才能成功。其他人也陆续喝了，在药丸的作用下，平时比较拘谨的我开始扭动身体狂欢起来。我们手表上的库拉托素也开始快速增加。这时小新突然听到自己的声音，走进房间，看到屏幕上全是自己直播的画面，墙上密密麻麻贴的照片，小新一口气上不来，晕了过去。这时他的手表开始倒计时，还好我们都是医学院的大学生，有急救的常识，在最后一刻救醒了小新。这时我们的库拉托素都达到了100。第5天早上，我们来到实验室交任务，谁知博士还要我们参加第3阶段实验。可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我们说什么也不同意。我们都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，但并没这么简单。回去我们倒头就睡，原来睡觉是这么美好。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。这天学校里出事，我在教学楼前看到抬出一人，那人手上居然戴着实验手表，这让我感到无比的后怕。可到了晚上，意外发生了，我的外婆突然中风需要手术。这时妹妹赶来，得知外婆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时，从包里掏出了一大袋钞票。我看到实验室的标志，我明白了，妹妹也参加了安眠实验。我和妹妹吵了一架，妹妹委屈的走了。这天我在家里没看到妹妹，来到实验室，博士正给妹妹注射芯片，我让博士取出妹妹身上的芯片，不然就报警。博士不但有恃无恐，而且威胁我，如果不把小帅几人叫来一起参加第3阶段的实验，就永远不把妹妹脖子里的芯片取出来。走投无路的我找到其他3人，4名大学生为了救妹妹被植入芯片，只要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。因为之前4人拒绝博士，现在用妹妹来威胁。为了保持清醒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帮忙，老师给我们安排了一间病房，同时准备了保持清醒的药水。就这样，第3阶段安眠实验正式开始。第1天，我全神贯注的学习来保持清醒，小新则打开了直播，大家各自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打发时间，加上老师留下的提神剂，我们顺利熬到了第6天。意外还是发生了，一直在玩游戏的眼睛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枪声，厕所里的小新用冷水提神，却发现自己的脸上长满了痘痘。
小帅朦胧中看到了自己过世的母亲，而我则看到地上流出一滩鲜血，妹妹躺在地上不断抽搐着。幸好妹妹及时从背后叫醒了我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幻觉，几天没睡让我们变成暴躁。小新指责我拉他来做实验，小帅和眼镜打了起来，房间里瞬间乱成了一团。我跑去找老师求救，经过一间仓库时，里面却传来了小帅和眼镜的声音。我推开门，里面的摄像头一直在监视着我们。我回想起当初这个实验，就是老师推荐我们去参加的。这时老师突然出现，我吓得紧忙跑回去，并告诉他们，老师是幕后主使之人。我们准备报警，可手机已经没信号了。这时病房的大门也被锁住了。我求老师放我们出去，老师说要完成实验才放我们出去。第7天，小新砸碎了所有的摄像头，而小帅晕倒在地上。老师看到警报，立即把小帅推出了病房，但他没有抢救小帅，而是取出了他脖子上的芯片。突然，老师被砸倒在地上，原来是小帅。没一会儿，我们都赶来，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。之前我们在病房里找到能让心脏暂停的药，我质问老师为什么要害我们。老师缓缓拉开帘子，多年前，她的丈夫拿自己做试验，长时间没睡觉，让她出现幻觉，从顶楼掉了下来。几年后，老师在睡眠不足的人脑里找到提取库拉托素的方法，而丈夫对这个治疗也是有效。但一个人的库拉托素不足以唤醒丈夫，所以她才会在学校里秘密开展了这项实验。老师看我们要报警，拿起一个小针头扎向我，我瞬间倒地不起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老师和眼镜扭打在一起，关键时刻，小新用键盘砸晕老师。这时，我的手表归零了，众人伤心不已，妹妹不停地拍打。奇迹发生了，我醒了过来。最后，老师被警察带走。参加安眠实验的学生都取出芯片，没人因为参加第3阶段而拿到酬劳。经历过生死，我们也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